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那么我们继续回来韩国社群反馈这边另外10个问题啦，真的是太长了。第11个问题，关闭聊天窗口的时候，聊天记录滚动条自动保存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请问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修复的功能？策划回答，他们已经证实了这个就是一个 bug 来的，所以他们在未来的更新中会修复这个功能。第12个反馈就问他们有没有想过重新制作联盟的技能，就比方说像支援点的那个技能之类的，或者是在进攻野蛮人城寨的时候等待的时间缩短，类似这样子的功能。那策划的回答是说他们会为联盟技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新的联盟技能，请敬请期待。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增加这个东西耶。确实啦，因为他现在很多联盟技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就是在我们休战时期啦。像我觉得那个等待野蛮人集结的那个时间修改，我觉得还蛮好的。像有一些玩家他就用自己的小号加入集结，如果增加这个功能之后就不需要等那么久。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成就系统，就问他们有没有想过要更新啊。现在到达4900分的成就奖励之后就一直没有更新了，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策划回答他们会进一步修改成就系统了，预计在明年初会进行更新。有新的更新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应该是讲什么你的战力提升多少，不然就是说你的统帅解锁了多少个就可以拿到不同的奖励等等。第14个问题我还没有念之前就已经看到有玩家放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小丑的意思啦。我们看这边写什么东西，他就问策划，既然都已经推出了工程统帅，就是远程统帅啦，为什么还没有增加工程车相关的登峰造极皮肤？是否有考虑推出登峰造极远程的皮肤？那策划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就说到他们真的有考虑之后推出工程车的登峰造极皮肤。这么玩家的反应是这样子的。那在国际服其实还是有不少玩家是很抗拒远程啊，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反应是最激烈的耶，有32个人在那边投票，其他就是1-2个都没有这么多，这个算是比较多的吧。可是这个是上次我们就已经讲过的那个玩家社群反馈了，这个小丑是最多的32个。下一个反馈也是关于工程车远程的部分，他就说到现在工程统帅他们使用的阵型还是雁行阵，但是雁行阵的提升都是跟普通攻击伤害相关，但是现在除了加查马达还有攻沙洛之外，其他的统帅多数都是使用技能伤害，普通攻击伤害提升的意义不大，就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调整。其实我觉得远程方面也是要做一些细调整啊，因为像这个玩家讲的，就只有2个统帅他们是使用重击的远程，其他统帅还是用技能伤害啊，所以是真的需要调整。这里策划的回答就是说他们会考虑啦，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想要远程跟近战统帅的差距不要这么大，要平衡一点。但是随着战场的环境不断的变化，他们未来有可能会针对工程统帅和专属铭文雁行阵进行一些更新跟调整，所以这个还是有机会的。这2个关于远程的部分，想不到韩国玩家还挺关注远程统帅的第16个反馈是希望那些阿4在离开了联盟之后，当他们重新加入联盟会自动会变成阿4，在战斗过程中他们就是需要频繁的去切换联盟，每次都要手动去点击搜索你要指定的玩家，让他晋升变成阿4，这样子很麻烦，所以就希望他们增加这个功能。策划回答，目前这个功能正在开发当中，他们将在迟点推出这个功能，所以请玩家关注社群公告了解具体发布的日期。我没有想到他们都已经在做了，应该是有不少的阿4跟他们反馈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才进行了修改，增加这个功能。第17个反馈就是加入集结或者是驻防的时候，请增加一个等级的设置，因为如果他们在开集结或驻防的时候，有一些玩家他们加入一些比较低等级的队伍的时候，他们还要一个一个去找把他们给踢出去。讲真的是有不少玩家他们会使用 T1 到 T3 左右的部队加入集结跟驻防，是真的很烦啊。但我是觉得说，假设说他真的是限制的话，那先锋王国他们要卡技能怎么办呢？现在在先锋王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操作，就是会用 T1 的工程车卡着那个集结，那有可能他们之后就要变成使用 T5 的工程车或者是 T4 的工程车卡着了。策划的回答也只是说感谢你的建议，他
们会进行修改，就这样子。第18个反馈也是远程统帅，为什么这么多远程统帅的内容？每日特惠宝箱是获得斯特凡三世的唯一途径，是否有考虑增加其他的途径，比方说传说酒馆？策划回答，这些方法将在后续版本更新中添加，目前正在开发当中，请关注后续更新。第19个反馈就讲到其他兵种的一些提升，就比方说步兵是专注在重击伤害，骑兵是专注在连击伤害，但是工兵治疗技能，他这边应该是讲真实伤害啦，他可能是忘记了真实伤害是什么，就问他们关于工兵治疗的部分啊，真实伤害会不会持续的去更新，因为他感受到只有工兵的治疗技能被冷落了，其他的就是很专心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官方设计的统帅啊，骑兵跟步兵呢都是设计的很正常，他们都一直在推出连击伤害统帅或者是重击伤害统帅，但是唯独工兵他们又好像有点却步了，又回去技能伤害了，所以我也搞不懂他们在干嘛。策划的回答，他们会针对治疗系统进行更多的尝试，但无法保证它一定会用于工兵，也有可能适用于其他的兵种。珍珠同时拥有治疗和技能伤害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希望它能够在两种阵容中，也就是阵型中发挥作用，所以我感觉他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跟没有回答没有什么差别。怪不得他们这边写一个下的一个箭头，然后放一个小丑，因为我是真的觉得他这边回答，还不如不回答，因为他这边答复没有给得很明确。那玩家还要不要继续保留真实伤害的军器呢，还是转换成其他的阵型？他主要其实是需要回答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接下来又是关于 T6 的东西了。就是去年他们有提到 T6 的部分然后就问他们目前有任何相关的计划吗？之前就讲什么有什么军火啊，有什么火枪部队之类的，好像都没有下文了。那这边官方的回复是说他们暂时没有 T6 的计划啦，但是这边可以看到玩家放了一个帽子的符号，帽子的符号的意思就是说谎的意思啦，就是谎言的意思啦。然后也可以看到玩家放了这个表情，就是很可疑的表情。所以不知道啦，有可能他们突然之间又讲我们要推出 T6 了。因为目前看下来，他们主要开发的部分呢，还是在统帅还有军器方面的设计啊，并且你们也发现到近期统帅推出是真的有点快啊，所以不排除之后统帅推出的速度也会这么快，到时候玩家又要一直掏钱出来去觉醒统帅了。当然还有包括新阵型的部分呢，之后还要推出更加多的阵型，玩家又要花钱了。最后一个反馈是说，现在已经有动态的头像框了，有没有考虑推出动态的名牌？策划回答，现阶段他们是没有考虑开发动态名牌的功能，但是这个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他们将在未来考虑开发这个功能。原本没有东西他们又增加上去了，所以这个就是韩国线下玩家社群反馈的一些内容啊，真的很多，不过上面的会比较长一点啊，下面就稍微短一点了。今天这个影片也是稍微短一点，主要还是这个部分吧。这个登峰造极，我是想到什么玩家会需要用到远程的皮肤，可能是真的全部队伍都使用远程的玩家吧，不然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偶尔会使用远程部队，然后换成这个皮肤去打敌人也说不定。但是在这个韩国线下社区反馈的部分呢，我比较满意还是这个选择关卡开放的时间吧，因为你至少给大家去选择有一个权利吧，不然每一次那个时间开放这么阴间，谁能受得了？当然可能也有副作用啦，因为在这个游戏之中还是比较多的玩家都是欧美的玩家，可能他们选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可能到时候多数的 KVK 都是要凌晨才可以战斗了。不过至少这边看下来，大多数的回应都是积极的，就是策划他们有考虑过要去开发，或者是有好的消息，只是有部分的一些回答玩家不是很满意而已。OK， 那么以上就是玩家社群反馈跟韩国线下聚会的一些 Q&A 啦。如果你还不知道前面讲过什么东西，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啦，包括这个影片已经做了3个影片关于这个部分了。因为真的太长了，所以各位在看了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